Now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cash burn. I know a lot of you guys are interested in cash burn, especially battery swap stations and also new houses is just burning a lot of cash. 我们这个未来啊，它这个很多国外人都担心这个免费换电呐、这些东西，还有牛屋啊，都是浪费钱，都是烧钱，然后花那么多钱做这个事儿也没有点收入，也挺那个啥的，会不会以后导致这个公司钱不行了？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你是怎么看待这烧钱的这个事儿？换电站和牛屋的这个？我先说那个换电站吧。换电站的免费，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跟牛屋的这个服务啊，我觉得都是一个烧钱的这件事儿本身没有毛病，因为确实它在烧。但是，牛屋呢跟换电站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牛屋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其实真正从用户角度来讲啊，你把它分成两个功能。第一，它是一个销售的展厅。那我觉得你一个车企去卖车去。有了展厅这件事儿，我觉得它不叫烧钱，那是必然的成本和开销。然后在此基础上多的功能是什么？是咖啡厅功能，是俱乐部功能，对吧？我们可以在这儿去组织车友之间，或者车主、车友、车主带着自己的朋友去这儿玩，去这儿喝咖啡，像我们俩今天喝的咖啡，对吧？然后还可以去，带孩子去玩。我觉得是一个活动空间，这个类似于星巴克。对吧？我觉得去星巴克全世界到处都是，对不对？那个 Costa、星巴克这种模式，它不就是让你搁那儿喝个咖啡聊聊天吗？那它其实俱乐部也基本上是这个，但是只不过功能比它丰富，它会有我们现在这种独立的小空间，那我们可以去付费使用的，对吧？然后我要比如说我到外地，我到某一个我不常居住的城市去办事儿。然后我可能在那边呢会有2到3家供应商，然后我要给他们开一个会，不管是我给人家提供服务的，还是人家给我提供服务的，然后我又不方便去其中任何一家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找一个地方啊？我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场所啊？那如果我是未来车主，我就可以把他们约到这儿来。那这个东西和你去到外边去租比如饭馆去弄一个包房，不是一样吗？但是可能它还没有这种地方便利，因为这个地方有可能会给你提供一些办公上的一些辅助的，比如有电视、有屏幕、有投影，是吧？我们可以开会，然后放 PPT。那你在饭馆里头那个环境下，你不方便这样吧，对吧？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复合型的一个功能，它不单纯是一个烧钱机器。当然，这个实际上是需要用户积累，然后用户带用户，但是它把模式告诉你了，就跟刚才说的那些车上有关的东西也一样。我把它制定了模式，这个模式当大家使用起来，是一开始你可能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的。当你明白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太好了！就是我们就都会愿意到牛屋去聊聊天。你像比如说我们家附近这边有4个星巴克，有那个还有 Teams， 还有什么 Costa， 一大堆咖啡厅、酒吧，各种各样的地方。但我们现在经常会来的就这儿，就这儿，我们习惯了，很愿意。对吧？然后同时，这种地方呢，它还有一些，可能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未来的那个惊喜商城里边，那些就是吃的、穿的、用的等等的东西，它在牛屋也会做一个展示，那这个也是，可能跟传统的那些车企的经营模式理念不一样，当然也跟刚刚咱们说的一些咖啡厅、饭馆它也不一样，那它就多了这些复合性功能，这些功能。其实对于未来整个产品体系来讲，它都是一个可以就是互相配合的点，又让车主觉得我有尊贵感，然后我很舒服，然后同时又给车主提供了真实有用的这么一个场所，然后那车主们也真实实在在的愿意为此付出一些费用，这很正常，对吧？比如说像北京，我觉得东方广场那个牛屋，对于全世界的未来车主们，那长安街，对吧？你是不是要去打个卡？好玩吧？有意思吧？然后约个朋友在那儿谈谈事儿，很有面子吧？没问题吧？环境都很好啊，对不对？它不光是一个颜面、脸面所谓的这种逼格等等这种问题，那我自己就舒服啊。那西湖边上的呢？对不对？那上海的那个太古里呢？你像成都的万象汇等等这些，
它都是最好的地方啊。哎，我们平常逛街玩儿，如果我们去那个地方旅游，是不是也要去那个地方？但去那儿哈，你有一个自己感觉宾至如归的感觉，你有一个感觉，哎，这是我的地盘，我能做主的感觉，那你不舒服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真正成为未来车主，你真正去了解未来，你会觉得很舒服，你会觉得它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同时也是我们可以说值得去跟朋友分享和推荐未来的核心原因之一嘛。那换电站这件事儿再说回来哈，好，我觉得我们先聊换电站之前这个我们再继续聊聊牛屋啊，因为很多国外的观众，说的就是去国外，未来应该把这个牛屋去掉，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东西不重要。但是我们在中国是不是未来是第一个做像这种的牛屋的这样的？那你从你的角度来说，它这个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做起来的？这个应该算是未来这个文化吧？怎么做起来的？这个，这么说吧，我觉得其实当时，未来那个这个创始人李斌，他当时在第一个牛屋开业的时候，我不是去现场了吗？他当时说那个话，我觉得，也是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当时那个牛屋开在长安街边上，然后在隔壁不远的地方，那个金宝街有一个叫香港马会的地方，香港马会其实大家知道就是一个俱乐部，它是一个高端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什么概念呢？一年会费30万人民币，嚯，你先交30万块钱，然后你花不完花得完，就反正这是一个存款嘛，就是花得完花不完，反正30万你花不完它也没了，也就意味着你要到我这儿来能进我这门，你一年跟着我这儿至少花30万，我的妈呀，至少，对吧？那斌哥就当时就说的说法就是跟我们大家说，那我们花几十万买一辆车的人应该享受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呢？对不对？然后刚才我说了他那个商业逻辑哈，就是它可以达到很大的一个，就是盈亏平衡这个角度来讲，它可以达到一个很低成本，甚至可能是有利润的。就是牛屋你开好了是有可能有利润的，因为你开在什么地方，然后你的使用频率和大家的消费力，比如我们一天，你像今天这个地方这个牛屋，我没有后边的那个咖啡吧，我前面要有展厅，它后边要有那个维修车间，对吧？然后还有人员办公 ，OK，这个地方的成本开销是不是完全是一样的？那我就说我们能到这儿享受，他们劈出来这几百平米的空间，做出这么一个来 ，OK， 那我们今天一下午就有多少人跟这儿消费咖啡？至少好几十上百杯吧，这是你能看见的。我们这么一会儿，对，然后同时，那比如外来看车的这些用户们，然后这些工作人员邀请他们去那儿喝一杯咖啡，那是不是会给人感觉不一样啊？那这个车是不是卖起来会更那什么呀？然后同时，李斌就说，那买了车，我让大家有一个地方能去相聚。我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首先，未来的这个 app 也是前所未有的吧？特斯拉的 app 上没有人与人之间交流吧？对吧？是不是它首先一点，我很透明，我做任何事情不怕用户监督，然后同时我给大家搭建了一个什么平台？你们都是这个消费阶层的人，你们之间是不是可以互通有无？然后呢，你们需不需要一个联谊的场所？我相信国外的车友们，就是他们过去开别的品牌的车，是不是也有车友会？也有俱乐部，也有这种民间组织吧？对。那大家聚会的时候，是不是就得自己找个地儿？对，自己找个地儿。那未来我天天给你提供一地儿，你们来吧。那这个理念对吗？我觉得你不能就是跟车一样，没有毛病吗？有，车也有毛病，车有好处。这件事儿呢，有没有问题？有，但这些好处你看到了吗？那如果说我觉得到这儿来跟我都是志同道合、思维层次都很接近的朋友，那我们在一起聊的事情可能就是生意，可能就是感知、认知，然后有可能对我以后生活有帮助，对吧？然后工作有帮助，然后我遇到一些事情和需求的时候有帮助。举例子讲，因为这个未来的这个文化，我们扩散啊，比如在北京，那车友群体里面有各个行业的。我说一个最重要的行业，最重要的大家都不可或缺的医生行业。那北京就有一个车友群，
叫京医卫，北京的京，医疗的医，未来的未。然后这里边好几十个热心的白衣天使车友们。然后当大家其他的车友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遇到一些真的是疑难杂症，自己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想找办法，想找出路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把他的信息拽到这个京医卫的车友群里，然后这帮车友们就会想尽任何办法帮车友们。哇，这那你说这种东西，这不就是文化吗？那大家互相之间，你今天帮我，我们明天你再帮我，后天我再帮我 ，OK， 那我们都不知道谁是谁，连个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也没有平台，那你会无止境的去帮别人吗？然后你好意思无止境的去求别人吗？都不会吧。所以我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平台，能有一个大家共同见面的一个空间，那是不是有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吧？我觉得其实你像中国，其实现在这快节奏发展的这20-30年过来，可能人与人之间有些疏远。那我觉得外国人可能他们更休闲吧。我觉得他们这个工作时间就是每周的工作时长那是30来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除了休息睡觉之外的话，是不是都是可以独自就是支配的？然后有跟朋友相处，有跟家人相处。那你说牛屋这种地方，然后还能让你认识更多的新朋友，然后甚至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然后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机会，提供一个平台，然后他的这个企业文化和理念没有错啊，很有价值，很有价值啊。我觉得其实你们应该吐槽的是，赶紧给我这儿建一个，车不卖都没关系，先建俩牛屋，是不是？所以还是需要给国外人一些时间去适应这个东西，对吧？对，把这个东西建起来。对，行，那我们继续聊这个换电站这个烧钱。这个换电站，它放一个这个换电站还得租这个地方，对，建这个换电站需要钱，这个运营这个换电站需要钱，对，换这个电池也需要钱，还有人员成本。对，这个是你怎么来看到这个烧钱？我呢，其实这个事情啊，我还真是关注过，因为我帮未来的那个就是能量部门，那我本身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哈，我原来做房地产这个行业的，然后跟很多地产商啊，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啊，都有一些自己的私人关系哈，不错，然后帮他们去就是选址找过一些换电站，然后帮他们去了解过这些整体的成本的一个架构，啊。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一个账，怎么说呢？我们先说换电站占多少面积。目前我们拿2代换电站是最普及的为例哈，6米乘10米，6乘10这么一个大小，60平米。什么概念呢？我们6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基本上我们正常的车位的宽度基本上是5.5米到6米，就是车位的这个长度，正常标准车位。然后宽度车位正常标准的车位基本上是2.5米到3米，那意味着这个换电站大概就占4个车位。拿4个车位举例哈，如果你把4个车位搁上4根充电桩，我们正常充电，真正从20%充到80%，绝大多数车充40-50分钟。然后你要想从更少几充到100%，1-2个小时，就至少1个半小时起步了。这是绝大多数车，因为你20%以下和80%以上都是衰减的，就是充电速度会变慢的啊。那咱们说回来，你现在目前市场上所统计的数据，最好的充电桩，运营的效率最高的充电桩，大概什么概念？一个车位一天能10台车，就给10台车不能，因为晚上夜间休息睡觉的时间可能就1辆或者没有。因为你搁在那儿就不动了，大家都睡觉去，或者干脆没有人往那儿搁就没有了，对吧？然后白天可能有很频繁的这种真正补的总能量的一个平均值，大概就是10辆车。10辆车大概补多少电呢？每辆车50来度电。你看，4个车位多少？40辆。然后1辆车50度电，2000度，到头了吧？2代换电站在北京平均运营接单量是多少呢？80到100。每天。因为我们换一个电就是4-5分钟的时间嘛，
你算算吧，1个小时能换多少？1个小时就妈换10辆了，80到100辆什么概念？那基本上就是早高峰、晚高峰密集度最高，然后白天的时候稍微松散一点，晚上几乎没有嘛。对吧？我就能换80到100，设计峰值是什么概念？一天24小时不停的换，300多辆。那它提供的补能效率是不是不一样？那咱们就说回来创收了啊。现在它是免费的，但是谁也不相信它是永远免费，对吧？对。哎，它只是用这个免费让大家去适应这种方式，或者说爱上这个方式，喜欢上这个方式。当更多的人认可，就像这个事情简单到，就比如我们开个饭馆，我第一批来的客户我要白送你吃饭，第二批我给你打一个大折扣，第三批打一小折扣，最后一天肯定是打折的嘛。我不会所有人来了我都会给打折的吧？那我不就不叫饭馆了吗？我干脆叫赊粥的地方得了，是吧？免费吧，是不是？所以说它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最开始的像用户，像我这个老用户，我最早的那几台车，就我们家里那些车，最早的那10几辆车是终身不限次，后要买的就限次数。那我相信早晚有一天它有不限次，就不会有送的了，就完全你要花费用，对吧？那以后的用户的量一定比前面的用户量高，它是一个分裂式的嘛，对吧？那咱们就算账吧，一度电成本是死的，不管你是充电桩还是换电站，对吧？然后你充电桩是很便宜的，但是大家要用的那个前端的变压器，用电肯定是要有电来的来源，电来源是有一个开闭站或者一个变压器。咱们拿便宜的变压器来说，它是成本是相同的吧？大家都一样，对吧？然后无外乎你是建了换电站，还是放了几根充电桩，的差异，对不对？那现在是什么价格的差异呢？一根充电桩，如果达到现在达到80千瓦充电速度的充电桩，一个多少钱呢？大概施工成本加上桩本身的成本，合到不到10万块钱，7、8万块钱差不多。4个充电桩大概30万，这是你建4根充电桩的成本。前端变压器我们都减掉，不算账，不算它了，因为大家成本是一样的嘛，对吧？变压器可能几十万不同，有的地方20、30万、30、50万，北京可能就要180万啊，它成本不同，因为电前端的能源的一个紧缺度，还有密集度啊各方面的原因。然后换电站多少钱呢？换电站不到100万。然后换电站里边的10几块电池多少钱呢？一块电池平均咱们说知道啊，7万块钱是小电池，12万8是大电池。那我相信它肯定有税费成本，有采购成本，其他东西可能会略便宜吧。咱们就把它算成一个7加12万8，就7加13是20，平均10万。平均10万，13块电池平均130万。然后咱们再把它刨个毛，120、110，那加上换电站本身不到100万，200万减30万，170万，对吧？那账面就出来了啊！我一天要是能换100单，一单能换平均吗？60度电70加100，对吧？70加100，170，我除以2多少呢？85，然后你车里要剩个10几度电呢，正常吧？然后前面充不满呢，是不是能换60度以上？对吧？一块电平均换60度吧，平均换60度，100单多少？对吧？一天就6000度电，我是不是大你3倍？刚才那算不是2000度吗？我大了你3倍，我多了你2倍，对吧？我多4000度电，4000度电，服务费多少钱？现在服务费，现在咱们充电服务费是8毛，国家定的，然后大多数都打6折，4毛8，咱们就按5毛钱算吧，好算账嘛。一度电5毛，4000度电，一天2000，对吧？10天2万，一年70多万，我比你多花了170万，我2年多，我的成本就回来了。我加上人工也超不过3年，但是这一个运营体系延长下去，咱们至少要考虑一个5年的周期的话，我比你赚钱，我比你充电桩赚钱。这个前提是换电站是收费的。对呀，那早晚会收的呀，它一定会收的呀，对吧？对。然后，但是我就想问问你，如果你去充电
和你去换电花的钱是一样的时候，你是愿意充是愿意换。对，然后你自己充电，你的电池有可能会越来越衰减，然后你还得计算开到多少不能再开了，充到多少不能再充了，然后还要把时间搭在那儿，和爱怎么着怎么着跟我没关系。肯定是爱怎么着怎么着，跟我没关系，就换电。对，那是不是对我又节省了时间，我还不用考虑电池衰减，甚至同型号或者说同使用范围内的电池，我还能技术迭代，我还可以升级，免费的。对，你选哪个？毋庸置疑吧，肯定换电吧，对吧？那就是这样吗？那我将来我不免费了，你买那个车，它不能换电，你买这个车可以换电，大家将来电的使用成本是一样的，你选哪个？换电的。那你不能因为它不免费了，你就不选它，那边我就认命，我就充，我花那钱我也认了，我就不花钱换，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当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当你完全理解它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肯定选择还是对自己有利的吧？那在同样收费的情况下，它时间比你短，它电池损耗你不用计量，你肯定不会选择充嘛？你一定会去换，对吧？后边的用户我们说过若干年以后，再新来的用户他也会换，然后包括现在你说6次如果不够用的那些用户，花钱，他花钱他是充还是换？你就想吧，反正我天天已经在换了，那我现在是要花钱，花同样的钱，我跑那儿等着，和我到这儿几分钟搞定，对，就不用说了吧？开始换。对呀，肯定是换嘛。你觉得未来应该什么时候会把这个卡掉？6次？我觉得很快了，我觉得很快了，因为什么呢？咱客观说啊，第一，它用户体量已经很大了，而且从时间周期上来讲呢，它最开始是没有这个政策的。我买车的时候是没有的，它的政策我记得是，我大概买车1年，我是18年8月份提的车嘛，19年8月26号还是8月23号，我记不太清了啊，具体时间节点，当时说的这个说法，买车终身免费换电，然后以前买了的老用户同时享受。对，同时享受，就是未来这方面做的也比较那个，真的，我觉得它这个逻辑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让以前的用户吃亏，就只有你早买了，就后面人能享受的，保证你前面人能享受上。对啊，而且这些逻辑很有意思，就在于，越早买福利越大。对，越早买真的是越早买福利越大。然后，到20年的10月11号是关门了。等于是18年、19年、20年是吧？等于2年2个月吧，就差不多这么一个周期。那从20年的11月份，10月11号关门的话，那你看，咱们再推到现在，那你2021、那又2年了，对吧？前面是2年是不限次的，现在是2年限次的。那你说从时间周期上来讲，它需要多久？然后还有一个销售量，就是那会儿它推出的时候，它就是1万多台车，然后到20年的时候，它应该是几万台车，也大概7、8万、6、7万台车，然后现在又有增加了大概10好几小20万辆车，那我觉得再往后，应该很快就或者再减次数，或者就没有了。你还可以看到它另外一个客观的点是什么呢？就从ET5的推出，ET7的时候应该还有终身质保啊，然后那个ED家电是吧，等等的这些权益，到ET5的推出的时候就没有了，10年质保，对吧？就变成10年了，然后 ES7也没有了，也是10年质保了。那也就是说，咱们把这个事情分为2个角度看哈，一边是它的质保周期，一边是它的补能的一个补贴，这2件事都是等于公司要去替用户承诺和背负着一个成本的，对吧？对，我先把补能降了一步，然后又把质保降了一步，那下一步降哪儿？
这个不就是从商业逻辑上，我觉得是说得通的，对吧？企业要是盈利的，企业不盈利也是不对的，它只是前期盈利的多少，然后换取一个以后盈利的长久的问题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它很有可能再次出新车，没准今年年底，没准明年年中旬，有可能就会不再有免费换电了，或者说做一个折扣性换电。比方说多少次，比如我把6次延长成10次，但是10次换电不收服务费，只收本金，只收个电钱，对吧？当下电费多少？是不是这个东西它很简单啊？它的商业逻辑也简单，它的那个运算规则也简单，因为它都能通过数据来实现嘛，很简单嘛，数据库就给个算法的问题嘛，对吧？但是目前现在这个免费换电，这个烧钱烧的也挺狠的吧？应该说不少吧，我觉得应该说不少。那这就是还是那话，就是类似于投放广告嘛。对。但是未来确实相当于广告钱了。对，其实未来一直没有投放过广告嘛。这个也是当年李斌去说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与其一年花多少钱，就是可能你像他这样的，就是这么一个级别的企业，我相信，就是如果从车企的角度，有这么多款车，然后这么大一个庞大的一个架构的企业来讲，他们正常的广告投入一年估计应该都是上亿计的了吧？对吧？咱们就 BBA 讲，他们拍广告都能拍成段子，互相之间是吧？当然 mini 和 smart 那会儿那些段子是吧，都很有意思的，是不是？然后那些创意、那些花费的成本，然后包括请到的明星代言呀等等的这些东西，它是多大的代价呀？但是未来从来不做广告，把钱花在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就是你看到它费钱的地方了吧？你看到它省钱的地方了吗？那你想想，它是不是一个商业逻辑的转换？就是企业是有一部分公关或营销成本，那这个成本它从那儿搁到了这儿，它只能说是互联网思维让这家企业的做法变了，而不是真正的多花钱了。是不是这个理儿？是。我还是拿那个饭馆举例子。我这家饭馆，我到处打广告，我告诉你我这儿开饭馆了，然后你们来吃啊，啥折扣不打。那这个好与不好，就完全看我的本事了，是不是？对。那有可能就是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为什么？众口难调嘛。但是我就打了几个零零散散的广告，然后我告诉所有用户、客户说，我给你代金券，你下次再带人来吃，我在这个代金券可以使，然后还折上折，然后你这次吃饭我也给你打折。那我问你哪个传播效率高？这个优惠的。对呀，那真金白银嘛，对不对？所以说未来用户不是，你就包括担心未来给免费换电的人，是为什么？是因为还没用上。但是买了车的人，是不是很开心？对吧？但我觉得就是他早期去支持了一家企业，企业给予他回报，是不是很应该？对吧？我们要做一个生意，说最开始帮助你的人，你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回报？是，对吧？我觉得没有问题，这个逻辑是完全通的。它只是介于互联网时代可以免费的用用户、用关心他的人去帮他做广告、做宣传这么一个模式，而不去使用传统的媒体来进行广告，费用花到了这个里边，而没花到那个地方而已，并不是说它增加了额外的支出。这长期这个换电站是以后是肯定会挣钱的。对，肯定啊，就是以后是会的嘛，就是可以说以后的用户你在用，它是100%挣钱。那现在的用户他就是在赔钱，但是他赔钱的用户体量是锁死的。它总量上来了以后，它就早晚就把它平摊掉了嘛，就摊销成本了嘛。那现在不就是一个储备嘛？就跟刚才我们说到他车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为什么做了那么多技术团队的储备？为了做了那么多专利啊、技术啊各方面那些能力上的储备？为什么？他是为了以后更长远。所以还是这句话，我们看不懂，因为我们是老百姓，但投资人看得懂，为什么还投他？是吧？这个换电站这个布局，他们现在也是特别猛，对吧？非常非常猛。
这个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换电站哪儿都有换电站了，然后就是想换电的车基本上只能选择蔚来，还是你认为这个可能以后其他企业也会去追求这个换电站这个模式，然后他们也开始建换电站？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一点就是换电站这件事儿，换电这件事儿本身来讲啊，是企业。大多数企业就刚才说，因为烧钱嘛，就是你要做一个前期大量投入，大多数企业可能未必有这份开支和预算。它不像刚才咱们说，我哪怕搭点电费这么简单了，因为你那个投入是一次性投入是非常大的，这是你从企业可以说你从这件事儿立足之初，或者你要做这件事儿之初，你就要把这个事情想明白的，要怎么做，这个不是大多数企业能做到的。我个人认为，就是尤其是老企业，因为它整个的成本预算当中，它这部分钱是不可能出现的，它得把过去的车卖到多好，多赚出多少钱，然后才能做现在这个事儿，是吧？然后为以后去做储备，不能说它不去做，但是这个成本的比例值来讲，可能让很多企业这个门槛它逾越不了了。第二就是它毕竟它是有专利技术的，然后这个专利技术呢，它还是有一些可以说是研发门槛的。它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对吧？咱们不是搞研究的，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要是那么简单，人人都做了，是吧？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第二个从技术上来讲的门槛。从第三个一点呢，就是我觉得百花齐放不是坏事，但是最好是由行业或者是政府去统一一个电池标准，统一一个换电标准，然后大家共同使用。是不是更好？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个人认为的哈，就是你也可以做换电站，他也可以做换电站，他也可以做换电站，然后咱们做的都是同样一种电池规格，或者是一两种电池规格的换电站，是不是这样才能让整体的使用效率更高？对，是对吧？这个是好事儿，就类似于我们，比如说啊，举例子就是，比如我们过去走 ETC，我们过去的高速公路，那你跨省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收费站。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你跨省的时候，这个结算是个问题。那现在呢，我们国家这2年也改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就因为 ETC 出现了，你有龙门，对吧？我在你这个路段上，我该收的费我就扣掉了，然后都是算法写好了，该是谁加钱就往谁那里分配，完事儿了，对不对？这不是事情就简单了吗？那其实换电站也同理嘛，在谁家换的给谁钱。一个道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完全自动化泊车，完全那什么的这种换电站，只需要统一一个电池标准就够了。那这件事儿不是蔚来一家能做的，我相信它是引领方向，但是我想它不会是做一个一家独大。这个是我觉得，它应该不会。为什么说应该不会呢？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其实2017年。我关注蔚来的时候，当时我就关注到一个信息，就是国务院有一个新能源汽车补能工作小组，然后国务院牵头成立的，当时是由工信部的副部长苗圩吧，那个苗部长当时是作为这个小组的领导者，小组组长。当时参与在里边的企业，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宁德时代、蔚来，最开始的5家创立的，然后他们做的事儿就是换电标准。现在行业里边已经是就是电池，还有这种就是换电站生产设备啊，就上下游的各种企业，然后还有车企啊，肯定我们国内做电车这些主要车企都在里边，就都参与进去了。然后目前这个换电标准白皮书，应该说好像已经有将近4000个左右的技术标准，或者说专利技术标准，然后其中可能3000多条都是蔚来提的。然后蔚来把自己的这些东西都已经贡献出来了，就这个事儿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要真正去查证这个信息是可以看到的，就是我觉得蔚来它在这件事上它很 open 的，它并没有说我关起门来我自己干这件事，但是反过来说，国外吧，可能新能源车我觉得是不是没有国内发展的这么快就是电动车这块儿，然后国内呢，应该现在面临的又是一个赛道切换的一个门槛了，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明年开始。为什么？因为明年国内取消新能源车电池补贴了。
啊，然后我们也知道早年间特斯拉是没有这个补贴的，为什么？其实它补贴的不是车，它补贴的是电池，它是为了新能源技术。新能源技术最重要的前期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然后并且能够去生存下去的是电池，或者说能源企业，就是新能源的这个相关的企业，而不是车企，对吧？所以它补贴电池这件事儿呢，是应该今年好像最后一年，明年就结束了。那明年结束的时候，咱们就想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如果车企将来拿不到电池的补贴，他愿不愿意做一个换电，然后或者加入到某个换电体系里边，然后把电池扔给所谓的电池资产管理公司那样的企业？就像未来我们租电池 bus 就不是跟未来签的，是一个叫什么，反正未来什么未能啊什么的，对，就单独的一个企业嘛，它就不是这个未来的这边，就是另外一边。然后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就想车企原来是为了拿补贴的，对吧？那拿补贴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利润是不是有一部分是吧？比如说我电池成本是5万，但是我拿了6万，我是不是有1万块钱利润？这是咱们不知道的哈，我猜想。然后第二呢，就是现在如果说反过来说啊，就是他拿这个补贴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我能把我电池成本降低。那我如果说我车上没电池，是不是我这成本就更低了？然后同时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车企卖给你车的时候啊，你这电池我得承诺质保啊，而且国家对新能源车企、对新能源车型要求各车企单独3电这一块要8年16万公里啊，这个质保周期这么长呢？那如果电池我车上就不带，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管了？我是不是甩一包袱？对不对？哎，那这种时候，你说这个车企他愿不愿意参与换电？然后我车没有电池了，没有这成本了吧？打比方说哈，我一个15万的车，电池只5万，我是不是车卖10万？5万块钱这个门槛让车价降低了1/3，我的受众群体和消费群体是不是一下大了很多？是，我能卖的更多，我还不用负担相应的成本。然后同时我还不用负担以后的质保周期相应的成本，那你说车企愿不愿意？我相信车企愿意。你觉得他们以后这个未来的这个换电体系，因为已经做很大，他们以后更大了之后，会不会让其他的公司、其他的车企也可以去用未来的专利，然后用未来的电池，然后其他的车去未来的换电站去换电？你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去未来的换电站。就是这个事情分2个层面说，第一就是未来很有可能让别的车企参与到它的这个用电池的这个体系里，但是单独说未来现有的换电站应该不会让别的同样使这款电池的车来换电。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第一就是你专属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用户花了钱买了车，然后我不管你是赔钱还是赚钱，但是我们把你给抚养长大了，对不对？你先不能认别人当爹妈呀，是吧？你不能得给别人服务。当然说你建一些共同通用的新的换电站，我觉得那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的。但是未来的换电站就是专属未来车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哈？第一，咱们不是小肚鸡肠，还有一个客观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每一款车轴距、宽窄、轮胎轮毂很多数据是不一样的。你底盘上那块电池挂的即便一样，未来现有的换电站只是针对未来车型现有的底盘的数据进行设计的，它未必通用得了其他那些车。与其不能全通用，那何必去招那个骂呢？让未来自己的车主用户去骂，我是体感不好了。对，而且还一个问题回来了，就是从企业运营的角度来讲，我如果是这个企业运营方，我也不愿意，我也不能这么支持。为什么啊？客观说，我让你们都用了，那我就问问哈，你们谁愿意跟着我一块建换电站？你是不是都等着我建了干？
你要想卖这个车，你要想让你的用户感受好，那咱们一起建换电站啊，是吧？你只有把大家的能动性全发挥起来才是好事。然后同时，这个东西换电站赚钱吗？赚钱，成本投入是不少，但是也赚钱。可是我要搞了行业垄断，一家独大，法律不允许，国家不允许，所以他也不想，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那客观说，应该会有很多企业参与进来，甭管是什么形式的换电，然后也许将来包括未来也曾经，我记得李斌也在某场合下说过，将来他有一个子品牌哈，好像定名为阿尔卑斯，但是没有最终确定。然后那个车体系里边的车会卖的比现有的未来体系里的车要价格便宜一点，更亲民一些。然后但是全系也能换电，同时它的电池模式就是形状大小。应该跟现有未来车上电池不一样，好像要小一点，那可能就是一个可以 open 的东西了。也许会在那块电池上有更多的企业参与，我个人这么猜想的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到那个时间点就能看得出来谁是真正的方便。反正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你什么800伏特高压，对吧？你什么 V3什么乱七八糟，跟我都没关系。我就是5分钟到那儿换完，我管你用什么方式充的呢？我管你这电池到底能充多快呢？能充多慢呢？反正我去了，你得给我换上就行了。